人总会忍不住往回看。那些改写一生的岔口，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可能只是一句脱口而出的话，一次片刻的迟疑，一个转身的决定。当时只道寻常，多年后再想起，才懂那一步早已换了所有的结局。1800年前的洛城城头，也有这样一个无人在意的瞬间。一支箭从守军的弓弦上脱手，穿过川蜀潮湿的雾气，漫不经心地射中了庞统的胸膛。没人知道射箭的士兵是谁，没人想到这一箭会穿透整部三国的历史。正史里关于他的结局，只有短短一行淡字：被刘氏击中身亡。轻得像一片落叶坠进土里，连声响都没有。可就是这轻描淡写的一笔，让诸葛亮后半生再没能回到荆州，让关羽走上了麦城的不归路，让刘备的大军葬身在夷陵的火海。隆中对里两路北伐的完美蓝图，就这么被一支冷箭撕得粉碎。连骆凤坡这个名字都是后人补上去的，仿佛他的名号天生就是他的墓志铭。凤雏终究要坠落在一片无人知晓的山坡。要真正看懂骆凤坡前那场决绝的赴死，我们必须先从血泊与硝烟中抽身，将时间的指针拨回30多年前，去看看这个被后世神化的凤雏，在褪去所有光环前，究竟生着怎样一副凡人的血肉，又曾在怎样的暗夜里咀嚼过不为人知的孤独。那是公元2世纪的末尾，汉家天下的骨架已经松垮，中原大地烽烟四起，兵险与饥荒沿着黄河两岸蔓延。唯独荆州在刘表的治理下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北方的士族为避战乱纷纷南下，携着典籍与家学涌入襄阳一带。沔水两岸的庄园里时常传出清潭的雨声，鹿门山的林间也常有隐士结庐而居。这是乱世里短暂的避风港，也是士林舆论的发酵场。一个人的声名起落，往往能决定他一生的仕途高度。庞统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出身襄阳本土的庞氏一族，虽非顶尖的豪门望族，却也是根基深厚的襄望之家。叔父庞德公是荆襄一带极负盛名的隐士，淡泊名利，拒绝出仕，常年隐居在岘山之南，亲自耕作度日。刘表数次登门请他出山，都被他婉言谢绝。这样的家世底色给了庞统最初的文化滋养，也让他自小就浸染在荆襄士林的风气里，品评人物，谈论之道，臧否得失，是这个圈子里最日常的话题。只是少年时代的庞统，半点看不出日后南州冠冕的气象。他生的样貌平平，甚至可说有些粗朴，性情又偏内敛，不善言辞讥讽，在一众聪慧外露的世家子弟里毫不起眼。同郡的人大多只当他是个本分老实的普通子弟，没人觉得他胸中有丘壑，更没人将他与奇才二字联系在一起。这种不被看见的少年时光，在他性格里刻下了极深的印记。他不像那些自幼便被捧在赞誉里的名士子弟，自带从容笃定的底气。他的自信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靠一次次的证明，一次次的认可，一点点堆叠起来。旁人越是轻看他，他心里那股要做出实际的念头就越沉越重。真正第一个看穿他才具的人，是颍川名士司马徽。司马徽以识人著称，为人清雅，被庞德公称为水镜，意思是他看人如同水映明镜，纤毫毕现。庞统20岁那年，听说司马徽住在颍川，便徒步赶路2000里，专程前去拜访。等他赶到的时候，司马徽正挎着竹篮在路边的桑树上采桑叶。庞统坐在车里，隔着满树碧绿的桑叶，仰头与这位素未谋面的名士搭话。两人就这么一坐一站，从白日桑阴浓密一直说到暮色四合。话题从诸子百家到当时利弊，从励志得失到人心向背，
庞统条理清晰，见解独到，全然没有平日的木讷。司马徽越听越惊异，最后忍不住抚着树干感叹，说庞统素有智略，又有辅佐帝王的才具，日后必定是南州士人中的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一番对话像一阵风，很快吹回了襄阳。司马徽的品鉴分量极重，南州冠冕4个字一下子让原本默默无闻的庞统走进了荆襄士林的视野。叔父庞德公也顺势在自己的品评体系里给了他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号凤雏。与卧龙诸葛亮、水镜司马徽并列，成为荆襄隐士圈里最负盛名的3位人物。庞德公的评价很直白，卧龙、凤雏2人得一，可安天下。彼时的诸葛亮还在隆中躬耕读书，平日好为梁父吟，常自比管仲、乐毅。年纪相仿的2个年轻人常在庞德公的草堂里碰面，谈论天下大事，交换各自的见解。他们一个清朗持重，一个沉郁果决，一个擅长全盘布局，稳扎稳打，一个擅长临机决断，出奇制胜。虽是同道相吸，却也难免被世人放在一处比较。卧龙凤雏的名号绑得越紧，庞统心里那杆对标着诸葛亮的标尺就刻得越深。他清楚诸葛亮的才学，也敬重这位友人，可他同样清楚，世人提起2人时，总下意识将卧龙放在前面。凤雏终究是跟在卧龙身后的影子。这种隐秘的较劲，他从未宣之于口，却悄悄化作了行事的底色。他比任何人都渴望一场真正的功业，来证明凤雏2字，绝非依附于卧龙的陪衬。几年之后，庞统出任南郡公曹，执掌一郡的人事考察与人才举荐。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与的方政务，也是他实践自己治世理念的开端。当时的士林品评风气流行苛责察举，以挑剔别人的过失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很多人为了博取名声，不惜吹毛求疵，把人才贬得一无是处。庞统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品评人物的时候，总喜欢多说优点，常常褒扬过当，把一个人的才干说得比实际更高。旁人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庞统的回答藏着他一生的治世理想。他说，当今天下大乱，政道衰微，好人少而恶人多，想要振兴风俗，弘扬道义，不把他们说得好一点，声名就不足以让人仰慕效仿，不仰慕效仿，行善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我现在提拔10个人，就算看错了5个，还有1半是可用的，他们可以匡正世风，教化后辈，让有志之士自我勉励，不也很好吗？这一番话是理解庞统性格的关键。他从来不是一个只懂权谋诡诈的谋士，骨子里有儒家的教化理想，有澄清天下的善意。他的奇与狠从来都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在乱世里更快地抵达治世。在他看来，手段可以变通，路径可以显决，但最终的方向必须是世道清明，风俗淳厚。只是这份理想主义包裹在他刚直急切的性格里，渐渐生出了偏执的苗头。他习惯了用最快的路径达成目标，习惯了用结果去证明过程的正当。他举荐人才如此，后来谋划军国大事亦是如此。他等不及漫长的教化，等不及徐徐图之的安稳，乱世也没有给他从容的时间。那些年里，襄阳的表面平静之下，暗流早已汹涌。曹操统一北方的脚步越来越近，江东的孙权也在觊觎荆州的土地，刘表年老体衰，子嗣暗弱，根本守不住这片四战之地。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荆州的太平撑不了多久了。庞统站在南郡的城楼上，望着北方的烟尘，心里清楚，自己真正的舞台绝不会局限在这一方小小的公曹署里。他的凤雏之名已经传遍荆襄，接下来
他需要一位真正的明主，需要一场足以配得上这个名号的功业。他没有等太久。公元208年，曹操挥师南下，兵锋直指荆州。刘表在荆据中病逝，幼子刘琮举州投降。乱世的洪流终于冲进了这座平静了10几年的古城，也把庞统推到了命运的岔路口。刘琮举州归降的消息传开时，襄阳城内人心惶惶，有人北上投奔曹操，有人南下追随刘备，世家大族纷纷站队，各自寻找乱世里的安身之所。庞统没有走，他是南郡人，宗族、田宅、根基都在这片土地上，他选择留下来，守着生养自己的故土。曹操拿下荆州后，对荆州士人多有征召，庞统却始终没有正式出使曹营。他看得清楚，曹操帐下人才济济，荀彧、程昱等人早已占据核心位置，自己一个荆州降官，就算再有才学，也不过是边缘的附庸，永远熬不出头。没过多久，赤壁的一把大火烧退了曹操的100万雄师。周瑜率领江东军队乘胜追击，一路收复南郡等地，成为荆州江北地界新的执掌者。庞统作为南郡本土的名士，被周瑜征辟为公曹，依旧掌管人事察举与郡内庶务。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置身于争霸天下的核心势力。周瑜的雄才大略与杀伐果决，也让他看到了谋士所能抵达的高度。周瑜很赏识他的才干，郡内的房屋布置、户籍整顿、人才选用，多会征询他的意见。庞统也尽心辅佐，将南郡的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奇谋秘策也时常能给周瑜带来惊喜。只是这份相知的时光太过短暂。公元210年，周瑜在筹备西征益州的途中，猝然病逝于巴丘，年仅36岁。消息传来，南郡的军府内外一片肃然。庞统以故吏的身份，亲自护送周瑜的灵柩顺江而下，前往江东吴郡归葬。江风卷着水汽铺在船舷上，两岸的青山缓缓后退，灵柩安放在船舱中央，寂静得像一场无声的告别。庞统立在船头，望着翻涌的江水，心里第一次生出浓重的漂泊感。周瑜是第一个真正重用他的人，也是少数能看懂他奇险谋略的统帅。如今知己亡故，前路茫茫，他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又会在何方。灵柩抵达吴郡的时候，江东的名士几乎都来了。他们大多听过庞统凤雏的名号，也知道他识人见才的本领，纷纷前来拜会，想听听他对江东人物的品评。陆绩、顾绍、全从这些世家子弟更是整日与他聚在一处，纵论天下人物，畅谈治世得失。庞统也不推辞，一一给出自己的判断。他说，陆绩就像一匹驽马，虽负重有限，却有奔逸千里的脚力。说顾绍好比一头奴牛，能负重远行，堪当济世的重任。评价全从好诗慕名，颇有贤名，就像汝南的樊子昭，虽智略不算顶尖，却也是一时的家世。众人听了都心服口服。顾绍更是拉着他彻夜长谈，末了认真问道，以您的眼光看，我和您相比，谁更胜一筹？庞统答得坦荡，论陶冶世俗，品评人物，我比不上您，但若论帝王的秘策，揽察祸福的要害，我似乎比您稍强一些。这句话道尽了他的自我定位。他从来不想做一个只会品鉴人物的清谈名士，他要做的是辅佐帝王定鼎天下的谋主。可江东的土地终究容不下他的这份野心。他在吴郡盘桓了数月，孙权始终没有正式征召他入朝。不是孙权没听过他的名声，而是江东的朝堂早已形成了稳固的权力格局。怀死旧部，江东士族盘根错节，没有多余的核心位置留给一个外来的荆州谋士。
更何况孙权的为政风格偏于持重守成，更欣赏陆逊、顾雍这类沉稳周详的人才。庞统锋芒太露，行事偏显的底色，并不契合江东的执政基调。庞统心里清楚这一点，所以当送丧的事务了结，他没有再多做停留，毅然转身返回荆州。离开吴郡那天，江东的名士们齐聚昌门为他饯行。庞统看着这些相交不久的友人，淡淡留下一句：天下大乱，苍生罹难，我本想辅佐明主，拯救四海，只是你们诸位终究会在江东身居高位，日后若有相见之日，还望彼此珍重。说罢登船而去，再也没有回头。回到南郡的时候，荆州的局势又变了一番模样。刘备从孙权手中借得南郡，以荆州牧的名义驻守公安，荆州南部4郡尽数归附，势力渐渐壮大。大批荆州士人投奔刘备麾下，诸葛亮居中调度，荆州幕府一派气象更新。庞统也在此时正式投入刘备帐下。他本以为凭着自己凤雏的名号，凭着诸葛亮的同乡情谊，至少能得到一个核心幕僚的位置。可现实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刘备或许是听过他的名声，或许是顾忌他曾是周瑜旧部的身份，只给了他一个周从事的虚衔，不久便外派出去做了耒阳县令。耒阳地处荆州南部的贵阳郡，偏僻闭塞，人烟稀少，是个不折不扣的百里小县。从南郡的核心幕僚到边陲小县的县令，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庞统骑着马一路南下，越走越荒凉，沿途的村落稀稀落落，田间的农人面有菜色。他站在耒阳县衙的门口，看着斑驳的院墙、破旧的案几，只觉得荒诞又可笑。天下人都到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如今卧龙在荆州中枢运筹帷幄，凤雏却被困在这方寸小县里，处理鸡毛蒜皮的民间纠纷。巨大的失意感裹着不甘，一点点啃噬着他的心气。他提不起精神打理庶务，整日里只是坐在县衙的堂屋中，或是翻看典籍，或是望着窗外的梧桐发呆。县里的积案堆得越来越高，钱粮户籍也疏于清点，民间渐渐有了非议，说这位新来的庞县令徒有虚名，根本不堪大用。消息传到公安的刘备耳中，本就对他不甚了解的刘备愈发觉得此人言过其实，一怒之下直接下令罢免了庞统的官职。罢官的文书送到耒阳那天，天空飘着细碎的冷雨。庞统接过文书，神色平静，既没有申辩，也没有恼怒。他简单收拾了行装，走出县衙的大门。雨水打湿了他的衣袍，也打湿了凤雏这块沉甸甸的招牌。他忽然想起少年时被乡人视作普顿的日子，想起徒步2000里去见司马徽的执着，想起周瑜帐下纵论兵事的义气。兜兜转转10几年，他好像又回到了原点，依旧是那个不被认可、不被看重的庞士元。他甚至开始怀疑，那句得一可安天下的评语，会不会只是叔父庞德公一句过誉的戏言。就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2封书信先后送到了刘备的面前，一封来自江东的鲁肃，一封来自荆州的诸葛亮。鲁肃在信中对刘备说，庞统绝非治理百里小县的人才，只有将他放在治中、别驾这样的高位上，才能让他真正施展技足。诸葛亮也在刘备面前反复进言，盛赞庞统的谋略与胆识，恳请主公务必亲自召见，切莫因一时之失埋没了大才。2个身处不同阵营，同样身负盛名的人，不约而同地为他发声。这2份认可像2道光，照进了他晦暗的低谷。刘备终于重新正视起这个被自己罢免的县令。他下令召庞统前往公安相见，要亲自试一试这个被鲁肃和诸葛亮同时推崇的人
到底有几分真本事。召见的地点设在公安的州幕府内。刘备平退了左右，堂上只有君臣2人，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刘备开门见山，问他对当今天下大事的看法，问他荆州的前路在何方，问他若身处核心幕僚之位，会如何辅佐自己成就霸业。庞统端坐席间，条理清晰地一一应答。他分析曹操的优势与软肋，拆解孙权的野心与局限，点破荆州4战之地的困局，更直言隆中对里跨有经义的构想，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必须尽快找到破局的入口。他的话犀利直接，没有半句虚言，每一句都戳中刘备内心深处的焦虑。刘备听得越来越专注，身体不自觉地向前倾，从最初的试探渐渐变成了惊异，最后只剩由衷的叹服。他这才明白，自己之前何止是小看了庞统，简直是错过了一块璞玉。谈话从午后一直持续到深夜，烛火换了数次，岸上的茶凉了又添。结束的时候，刘备长舒一口气，看着眼前这个样貌平平、眼神却亮得惊人的谋士，心中满是庆幸。他当即下令，任命庞统为治中从事，执掌幕府的核心庶务与人事调度，对他的亲信程度几乎与诸葛亮不相上下。没过多久，又正式拜他为军事中郎将，与诸葛亮同职，一文一武，一守一攻，共同构成刘备集团的谋主双核。那一夜，庞统走出州幕府的时候，天上的星月格外明亮。多年的隐忍与失意，终于在这一刻换来了应有的认可。他终于站在了和诸葛亮并肩的位置上，终于拥有了施展毕生才学的舞台。可他心里清楚，这只是开始。诸葛亮早已用隆中对为刘备画下了霸业的蓝图，在主公心中的根基无可撼动。他想要真正站稳脚跟，想要让凤雏2字名副其实，就必须立下一份足以载入史册的不世之功。他的目光越过荆州的群山，投向了西面那片被崇山峻岭包裹的益州大地。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战场就在那里。当时的益州在刘璋的治下已经延续了近20年。这片被秦岭、大巴山、巫山层层环抱的土地，沃野千里，户口百万，远离中原的兵险，是乱世里为数不多的天府之国。可刘璋生性暗弱，御下无方，既压不住境内本土士族与东周流民的矛盾，也挡不住北面汉中张鲁的连年侵扰。偌大一个益州，空有山川之险，2米之腹，却像一座守不住的宝库，早已引来了四方枭雄的觊觎。公元211年，曹操扬言要攻打汉中张鲁，消息传到成都，刘璋惶惶不可终日。别驾张松趁机进言，劝刘璋邀请刘备入蜀，借刘备的兵力抵御张鲁，也能震慑内部的异己。张松本就暗中倾心刘备，此番提议实则是为刘备打开益州的大门。消息传到荆州，刘备帐下议论纷纷。有人担心入蜀是孤军深入，万一刘璋翻脸，便会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有人顾虑荆州本就根基不稳，主力西去，曹操、孙权若趁虚而入，后果不堪设想。庞统却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入蜀。他向刘备剖析当下的局势，荆州经过赤壁之战与几番拉锯，早已土地残破，人口凋零。东面有孙权虎视眈眈，北面有曹操重兵压境，四面受敌，绝非可以长久立足的基业。而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据，宝货无求于外。只有拿下这里，才能真正拥有鼎足天下的根基。他知道刘备心中最大的顾虑。刘备闯荡半生，一直以仁义为立身之本，如今要去夺取同宗刘璋的地盘，怕坏了自己积攒多年的名声。但乱世之中，
固守虚名只会坐失良机，只要事后能善待百姓，安定地方，一时的权变并非不可。更重要的是，若刘备不动手，曹操迟早会拿下汉中，继而蚕食益州，到时候只会更加被动。刘备沉吟许久，终于下定了入蜀的决心。出征的安排很快敲定，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留守荆州，打理后方，筹措粮草。刘备亲自率领数万部族入蜀，庞统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随行，成为军中唯一的核心谋主。这是庞统第一次独立担当如此重任，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拥有主导一场战略决战的机会。他站在出征的战船船头，望着长江滚滚西去，胸中翻涌着难平的义气。诸葛亮的隆中对为刘备指明了跨有荆益的方向，而他庞士元就要亲手把这个方向踩成实实在在的疆土。公元211年冬，刘备大军沿长江西上，经三峡进入益州境内。刘璋沿途下令各郡县供给粮草物资，礼遇甚厚。刘备大军一路畅行无阻，很快抵达涪城。刘璋亲自率领3万步骑从成都赶来迎接，两车相会之时，旌旗蔽日，车马相连，场面盛大之极。涪城的接风宴摆了100余席，两军的将士推杯换盏，一片和睦景象。没人能想到，这场看似兄弟相聚的会面背后，藏着刀光剑影的算计。宴席之上，庞统多次向刘备递眼色，示意他趁机拿下刘璋，如此便可兵不血刃，一举坐定益州。刘备却始终视而不见，只顾着与刘璋叙说同宗之意，言谈恳切，神色从容。宴席散后，庞统忍不住找到刘备，直言相劝，说今日趁此机会，便可擒拿刘璋，如此将军无用兵之劳，就能坐定益州。刘备摇了摇头，回答道：我们出入他国，恩信未主，此不可也。在他看来，贸然擒拿同宗，会让益州士族百姓心寒，就算拿下了成都，也难以收复人心，反而会埋下无穷的隐患。庞统没有再争辩，他明白刘备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政治从来不是只看军事得失。可他心里始终觉得可惜，这是成本最低、速度最快的破局之法，一旦错过，日后便要付出数倍的代价。他看着刘备沉稳的侧脸，忽然意识到，这位主公的仁厚既是他收拢人心的利器，也是束缚手脚的枷锁。往后的路，自己既要顺着这副枷锁行事，又要想办法在枷锁之中找到最快的破局路径。二刘在涪城欢聚了100余日，刘璋给刘备补充了大量的粮草物资与兵马器械，又将白水关的驻军交由刘备指挥，随后便启程返回成都。他满心以为自己请来了一位抵御张鲁的强援，却不知这位同宗兄弟早已将目光对准了他的益州。刘备带着大军北上，驻扎在嘉盟关，这里是益州北部的要塞，往北可攻汉中张鲁，往南可退成都腹地。按照约定，他本该即刻北上讨伐张鲁，可到了嘉盟关之后，他却按兵不动，整日里只做一件事，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庞统没有劝阻，他知道这是刘备的节奏，先要在益州站稳脚跟，让百姓和士卒感受到好处，日后动起手来才不会遭遇太大的阻力。可他也清楚，这样的僵持不能太久。大军驻扎在外，粮草消耗日甚一日，荆州的补给线漫长难计，更重要的是，时间拖得越久，刘璋那边越容易生疑，曹操和孙权也随时可能在东边生事。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便到了公元212年。1年的时间里，刘备在嘉盟关广施恩惠，收服了不少当地士族与百姓的人心，可始终没有北上的动静。就在这时，东边传来消息，曹操大举出兵攻打孙权，孙权派人向刘备求救。
刘备借机向刘璋提出要回师救援荆州，请求刘璋再拨给1万兵马与相应的粮草物资。刘璋本就对刘备迟迟不打张鲁心生不满，如今见他还要借兵回去，更是不快。他只答应给4000兵马，粮草物资也减半供给。这个回应早在庞统的预料之中，他知道双方撕破脸的时机快要到了。恰在此时，张松暗中勾结刘备的事情败露，他的兄长广汉太守张肃担心祸及自身，主动向刘璋告发了张松的密谋。刘璋震怒之下，下令斩杀张松，同时传令各关隘守将，不许再放刘备的兵马通过。决裂的消息传到嘉盟关时，刘备正在帐中议事，帐内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孤军深入，后路被断，前有刘璋的益州军，后有张鲁的汉中兵，局面一下子陷入了被动。庞统却异常冷静，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他走到刘备面前，从容献上3条计策，暗中挑选精兵，昼夜兼程，直接奇袭成都。刘璋既不懂军事，又素来没有防备，大军突然杀到，他必定惊慌失措，一举便可拿下成都。这是上计。白水关守将杨怀、高沛都是刘璋手下的名将，各自手握强兵，据守关头。听说他们多次上书劝谏刘璋，要把将军赶回荆州。将军可以派人传话给他们，就说荆州有急，想要回师救援，同时让士兵收拾行装，装作要撤退的样子。这2个人素来佩服将军的英明，又巴不得我们早点走，必定会带着少数骑兵前来送行，趁此机会拿下他们，收编他们的兵马，然后再挥兵攻打成都。这是重计。退回白帝城，守住入蜀的门户，慢慢和荆州联络，以后再慢慢图谋益州。这是下计。说完3条计策，庞统抬眼看着刘备，补充道：如果将军犹豫不决，迟迟不做决断，就会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再拖下去就要大祸临头了。刘备坐在案前，沉默了许久。上策太过凶险，轻兵深入，一旦消息走漏，对方设下埋伏，便是全军覆没的下场。下策太过保守，千里迢迢入蜀一趟，无功而返，不仅白白消耗了钱粮兵马，也错失了夺取益州的最佳时机。他最终手指向岸上的地图，选了重计。庞统点了点头，没有意外。这是最符合刘备行事风格的选择，既稳妥又有进取空间。他当即开始布置，先派人去白水关通报撤军的消息，又让营中士兵做出打点行装的姿态，营造出全军即将东归的假象。杨怀、高沛2人接到消息，果然大喜过望。他们本就忌惮刘备留在益州，如今对方主动要走，自然不愿再生事端。2人只带了少数亲随骑兵，前往嘉盟关为刘备送行，想亲眼看着这支军队离开自己的防区。他们刚走进刘备的大营，就被早已埋伏好的甲士拿下。刘备当场立数2人的罪状，以离间宗室、阻挠抗曹的名义将2人斩首。随后他率军直奔白水关，收编了关内的守军，又将将士们的家眷留作人质，稳住了军心。拿下白水关之后，刘备手中的兵力大增，后路也彻底打通。他留下部分兵马驻守嘉盟关，自己与庞统率领主力挥师南下，直扑成都。大军出发那天，川蜀的天空飘着细密的冷雨。庞统骑在马上，望着前方连绵的群山，心里清楚，真正的硬仗现在才刚刚开始。他用了1年的等待，换来了一个师出有名的开局。接下来他要靠一场场胜利把这条路走到尽头。他没有回头的余地，也不想回头。凤雏的声名，主公的信任，益州的基业，全都压在了这条南下的路上。
川蜀的山道浸在终年不散的雾气里，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湿滑，道旁的竹林遮天蔽日，风穿过叶隙时带着细碎的声响。可在崎岖的地势，也挡不住势如破竹的冰封。白水关的盛迹像一颗石子投入静水，在益州各地掀起了连锁反应。刘璋治下的郡县本就人心浮动，守将们大多既无死战的决心，也无御敌的良策。刘备大军所过之处，不少城池直接开城归降，偶有据城抵抗的据点，也在庞统的调度下很快被攻破。军中粮草充足，士气高昂，从加盟关到涪城的数百里路途，走得远比预想中顺畅。涪城是成都北面最重要的屏障，城高墙厚，仓廪充实。刘璋在这里布下了重兵，本打算以此为依托，拖住刘备的脚步。刘备大军抵达城下的那日，天色阴沉得像进了水的棉絮，城楼上的益州军甲胄鲜明，剑簇在昏光里泛着冷意。庞统骑着马绕着城墙走了整整一圈，马蹄踏过城外的泥泞，他的目光扫过每一处垛口，每一座敌楼，很快摸清了城防的薄弱处。他定下声东击西的计策，先派一队人马猛攻东门，鼓噪呐喊，做出全力破城的架势，吸引守军主力驰援，再让精锐士卒趁着夜色架起云梯，突袭防守松懈的南门。战斗只持续了半日，南门便被撕开缺口，守军无心恋战，弃城而逃。刘备大军顺利进驻涪城，这是入蜀以来拿下的第一座重镇。消息传开，全军上下一片振奋。对刘备而言，这更是一场压抑了许久的释放。从踏入益州地界的第一天起，他就如履薄冰，既要装出同宗相助的恳切，又要暗中培植势力，收拢人心，一言一行都要扣着仁义的名头，半分不敢逾矩。如今涪城在手，成都已无险可守，悬了1年的心终于落了大半。他下令在城中府衙大摆庆功宴，犒赏3军将士，也算是给自己松一松绷紧的神经。庆功宴的当夜，府衙内外灯火通明，堂下的乐师奏起军乐，岸上摆满了穿地的酒食，铜樽里的米酒泛着细碎的泡沫，烛火把整座厅堂照得亮如白昼。武将们推杯换盏，高声谈论着阵前斩将夺旗的战功，文吏们也频频举杯，说着定鼎益州、复兴汉室的愿景。刘备坐在主位上，酒一杯接一杯地饮下去，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平日里的持重与谨慎都在酒意里散了大半。酒至半酣，他抬手按着案几，微微倾身，对身旁的庞统说话，语声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快意，说今日这场聚会真称得上是极乐之事。话音落下，满堂的附和声此起彼伏，所有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没人会在这个时候扫主公的兴。可庞统握着酒樽的手却顿住了，他在那短短的几息之间想了许多。他想起了早年在南郡做公曹时，旁人问他为什么品评人物总爱多说优点，他回答的那番话：当今天下大乱，不把好人捧高一点，世人就没有榜样可以效仿。那才是他投身的初衷。他也想起了这场夺国之战最初的谋划，不是为了给谁添一块享乐的地盘，而是因为刘璋暗弱，益州迟早要被人吞掉，与其坐等乱世蔓延，不如尽快拿下，尽快终结，让百姓早一天安稳。手段可以险，可以狠，甚至可以脏，他从来不怕替主公背那些见不得光的谋划。但手段终究只是通往目的的路，而目的必须是正的。如果连主君自己都开始把夺人之国当成一件享乐的事，那这条路就歪了。他抬起头，看着安后醉意熏然的刘备，眼神清明的没有半分醉意。他不怪刘备有快意，胜利本就该快意，但他不能允许自己坐在席间，端起酒樽，
和众人一起把这份快意喝成理所当然。他入蜀谋划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在庆功宴上为侵略举杯的。周遭的喧闹仿佛都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隔在了外面，他的声音不高，语调也没有起伏，却清清楚楚地落在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把讨伐别人的国家当作一件值得寻欢作乐的事，这不是仁义之师该有的样子。一句话像一盆冰水浇在了滚烫的炭火上，堂下的乐声戛然而止，喧闹的宴席瞬间静得能听见烛火燃烧的噼啪声。所有人都僵住了，低着头盯着岸上的酒樽，没人敢出声，连呼吸都放得极轻。谁也没有想到，最受主公器重的庞军师会在庆功宴上当众说出这样的话，硬生生戳破满场的喜庆。刘备脸上的笑意一点点敛去，酒意像是瞬间醒了大半，又像是被怒火冲得更盛。他盯着堂下的庞统，指尖攥得发白，指节泛出青白，沉声反问：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前歌后舞，难道就不是仁义之师了吗？你这话不对，赶紧出去。最后一句话带着不容置喙的怒意，是明明白白的逐客令。满座的文武都屏住了呼吸，等着庞统躬身谢罪，出言讨饶。可庞统却没有半分慌乱，也没有半分屈从。他只是缓缓站起身，对着刘备微微一揖，神色平静的仿佛只是寻常告退。他转身走出厅堂，步履从容，袍脚扫过阶前的青砖，没有回头，也没有半分迟疑。夜风从府衙的庭院里吹过来，带着川地特有的湿冷，卷着梧桐叶的细碎声响。庞统站在台阶下，望着天上被云层遮住的月色，轻轻吐出一口气。他不是不知道这番话会惹怒刘备，也不是不懂乱世官场里逢迎的道理，他只是做不到。从少年时起，他便认定了是非的边界，哪怕身处乱世，哪怕自己亲手谋划了这场夺国之战，他也不愿自欺欺人地把侵略说成人局，把屠戮当成喜乐。取益州是为了更长远的治世理想，是为了给乱世里的百姓找一个安稳的归宿，可过程里的不易终究是不易。他可以为了结果妥协手段，可以为了大局行险用奇，却不能连本心也一并丢了，不能跟着众人一起把沾满血的胜利喝成一场心安理得的庆功酒。厅堂里，庞统走后，宴席的气氛变得格外尴尬。刘备坐在主位上，胸口起伏，余怒未消。可怒火退去之后，悔意也慢慢泛了上来。他知道庞统说的是真话，也知道这番直言里没有半分恶意，更没有半分僭越的心思。他只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被当众驳了面子，一时下不来台。沉默了片刻，他挥了挥手，派人去请庞统回来。差役找到庞统的时候，他正站在庭院的梧桐树下，望着远处城墙的轮廓出神。听到传唤，他没有推辞，也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模样，转身跟着差役回到了堂上。他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拿起岸上的酒樽，自顾自地饮酒吃菜，既不向刘备谢罪，也不主动开口缓和气氛，仿佛刚才那场掀动满座的风波从未发生过。刘备看着他这副不卑不亢的模样，他主动开口，打破沉默，问庞统：方才的事，你说到底是谁的过失？庞统放下酒樽，抬眼看向刘备，语气平淡，没有半分情绪起伏，只有短短4个字：君臣俱失。刘备闻言，先是一怔，随即放声大笑起来。堂上的气氛这才慢慢缓和下来，乐声重新响起，宴席也得以继续。觥筹交错间，仿佛一切都回到了正轨。可只有刘备和庞统2个人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在这场小小的风波里悄悄变了。刘备明白，庞统的刚直是一把双刃剑，他的奇谋能帮自己劈开前路的荆棘，
他的识人能帮自己收拢四方的人才，可他的棱角也总会在不经意间戳破自己苦心经营的人民假面。他欣赏这份赤诚，却也不得不忌惮这份不受掌控的直率。乱世争霸从来不是靠是非对错就能走下去的，太多时候需要的是模糊边界的权术，是左右逢源的隐忍。而庞统也清楚，主公的人从来不是纯粹的道德准则，更多是乱世里安身立命的政治根基。他可以为了大业献计夺国，可以为了胜局行险用奇，却永远没法说服自己，把这场以榨取人之国的战争当成值得欢庆的功德。这场宴席上的分歧从来不是对错之争，而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是谋臣的本心与君主的权术之间永远无法完全弥合的缝隙。从那之后，庞统在军中更少谈论道义是非，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军务上，每日推演战局，清点粮草，勘察地形，把进军的节奏催得越来越紧。他不想再在理念的拉扯上耗费时间，只想尽快打到成都，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越快结束，越少杀戮，越早让这片土地恢复秩序，也越能证明自己选择的路径没有错。他心里那股急于求成的劲儿，比入蜀之初更重了，既有对功业的渴望，也有对现实的回避。他像一个提着灯在黑夜里赶路的人，只顾着盯着前方的终点，只想着快点抵达，却没留意到脚下的路已经越来越险，身边的风也越来越冷。大军在涪城休整了数日，随后继续南下。一路上的城池守军早已没了抵抗的意志，要么开城归降，要么弃城逃往成都。刘备大军长驱直入，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就兵临洛城之下。所有人都觉得拿下这座城不过是时间问题，成都就在眼前，益州大局已定。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座看似唾手可得的洛城会成为整个入蜀之战里最难啃的骨头，也会成为庞统一生的终点。洛城坐落在成都平原的北缘，沱江从城畔蜿蜒流过，是成都北面最后一道门户。刘璋把最后的希望都压在了这里，守城的是他的长子刘询。这位年轻的公子没有其父的暗弱，反倒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韧劲。他清楚地知道，洛城若破，成都便无险可守，父子两代经营的益州基业便会彻底烟消云散。他将城中的精锐悉数排布在城头，囤积了足够支撑1年的粮草，甚至连城中的青壮百姓都被组织起来，轮流登城协防。城墙上滚木类石堆积如山，箭垛之后弓弩手昼夜轮换，整座城池像一只蜷缩起来的刺猬，等着来犯者撞得头破血流。刘备大军出到城下时，并未将这座城池放在眼里。接连的胜绩让全军上下都带着几分轻敌之心，将领们纷纷请战，都觉得不出10日便可踏平洛城。庞统最初也这般判断，他指着地图上的洛城对刘备说，此城虽险，然守军军心浮动，只要集中兵力猛攻一处，破城只在旦夕之间。可真正攻城之后，他们才知道错得厉害。第一次攻城，蜀军架起数十架云梯，从3面同时发起进攻，鼓声震得大地微微发颤，士兵们喊着杀声冲向城墙，可城上的箭雨像密集的雨点一样泼下来，冲在前面的士卒成片的倒下。滚木类石从城头砸落，云梯被一根根砸断，摔下来的士兵惨叫声混着鼓声飘得很远。攻了整整1天，城墙下堆满了尸体，蜀军连城头都没能摸上去，只能悻悻收兵。接下来的数月，战事陷入了漫长的拉锯。刘备军想尽了办法，堆土山、挖地道、造冲车，能用的攻城手段都用了一遍，可刘询守得极为稳妥，一一化解。城上的守军像是不知疲倦，
白天拼死抵抗，夜里还会派小队出城袭扰，让攻城的将士夜夜不得安宁。日子一天天过去，营中的伤亡数字不断累加，粮草的消耗也越来越大，先前势如破竹的锐气在日复一日的僵持里渐渐磨平了。军帐中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凝重，将领们议事时不再像从前那样踊跃请战，眉宇间都带着几分疲惫与焦躁。刘备嘴上不说，心里也难免着急，他时常半夜起来，站在营寨的高台上，望着洛城的方向，沉默很久。庞统比任何人都更焦虑，他是入蜀之策的提出者，是这场西征的首席谋主。从加盟关到涪城，一路顺风顺水，所有人都看着他，等着他带着大家直取成都。如今卡在洛城城下，久攻不下，他觉得最大的责任在自己。每日天不亮他就起身，对着城防图反复推演，一条条标注守军的布防规律，一处处寻找可能的破绽。白天他会走遍各个营寨，查看士卒的状态，安抚伤兵的情绪，夜里则和将领们商议破城之策，常常直到烛火燃尽，天快亮了才合眼。他清楚，拖得越久，变数越多。北边的曹操随时可能拿下汉中，挥师南下；东边的孙权对荆州虎视眈眈，若荆州有失，他们这支孤军便会彻底陷入绝境。更隐秘的心思，他从未对人说起。诸葛亮在荆州坐镇后方，打理得井井有条，朝野上下无不称道。而他作为随军谋主，若是连一座洛城都拿不下来，世人会怎么看？卧龙凤雏的名号并列了这么多年，他不想在这场最关键的工业里输给身后的那个人。这份好胜心像一团火，在他胸腔里烧着，烧得他寝食难安。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急，议事时常常打断将领的不同意见，催促尽快发起新的攻势。有部将劝他说，守军士气上盛，不如再等些时日，等城中粮草耗尽，自然不攻自破。庞统却摇着头说，我们耗得起，荆州耗不起，主攻的大业耗不起。建安19年的初夏，川地的雨季提前来了，连绵的阴雨一下就是10几天，营寨里到处都是泥泞，士兵们的甲胄生了锈，弓箭的弓弦也因受潮而弹性大减。攻城的节奏被迫慢了下来，全军都困在雨幕里，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庞统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眉头拧成了一团。他知道，再这样等下去，只会让军心越来越散。必须找到一个破局的法子，必须尽快。雨停的那天清晨，雾气还没散，庞统披上甲胄，叫上几名亲随，要去前沿阵的查看地形。身边的亲卫连忙劝阻，说前方离城墙太近，流矢无眼，军师千金之躯，不可轻易涉险。庞统只是摆了摆手，语气不容置疑。他说，将士们每日都在箭雨里拼命，我身为谋主，怎能一直躲在后方？不亲眼看看城防的虚实，怎么想出破城的办法？他没有带太多人，只穿着寻常的甲胄，混在一队巡视的士卒里，走到了离城墙不过100余步的一处土坡。这里是军中的前沿观察点，视野开阔，能清楚地看到城头的布防。庞统站在土坡上，手里攥着一卷地图，抬头仔细打量着城墙上的每一处垛口，留意着守军换防的规律，还有城防器械的排布。晨雾渐渐散开，阳光穿过云层落在城墙上，映出渐促的冷光。他看得太过专注，全然没注意到城头上的守军已经注意到了这队站在土坡上的人马，更没留意到有弓弩手已经悄悄拉开了弓弦，将瞄准的方向对准了他。一支羽箭破空而来，带着尖锐的风声，穿过稀薄的晨雾，精准地刺入了他的胸口。力道之大，让他踉跄着后退了半步。他下意识地低头，看着插在胸前的箭杆，鲜血瞬间涌出来，
浸透了深色的甲胄，顺着衣襟滴落在脚下的泥土里。身边的亲卫惊呼出声，连忙上前扶住他。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涌上来的血气堵住了喉咙，发不出完整的声音。手里的地图飘落在泥泞里，被鲜血染透了一角。众人七手八脚地将他抬起来，疯了一样往主营跑。脚下的泥泞深一脚浅一脚，他的意识在颠簸里一点点涣散。眼前闪过很多画面，有襄阳少年时徒步去见司马徽的长路，有耒阳县衙里冷雨敲窗的失意，有公安州幕府里彻夜长谈的烛火，有涪城庆功宴上那句脱口而出的直言。他好像还看到了成都的城阙，看到了益州平定后百姓安居乐业的样子，看到了自己和诸葛亮并肩站在刘备身侧共赴汉室的图景。可这些画面越来越淡，越来越远。他被抬回中军大帐的时候，刘备正在帐中议事。看到浑身是血的庞统，刘备猛地站起身，大步冲过来，伸手握住他冰冷的手。这位半生颠沛见惯了生死的枭雄，声音都在发抖，连声喊着士元的名字。庞统费力地睁开眼，看着眼前的主公，嘴唇动了动，最终只留下一声极轻的叹息。他还有太多的谋略没有施展，还有太多的理想没有实现，他的凤雏之名才刚刚要展翅高飞。建安19年，庞统卒于洛城之下，时年36岁。他死得太过仓促，太过潦草，没有壮烈的遗言，没有从容的托孤，甚至没人知道射出那支箭的士兵姓甚名谁。就像史书里写的那样，刘史射中死亡。短短6个字，便收束了一个人的一生。刘备在他的灵前痛哭了很久，一连数日都食不下咽。他哭的是一个知己的离去，是一条臂膀的折断，也是一份未尽大业的遗憾。他追赐庞统为关内侯，后来又追谥为靖侯。他亲自为庞统挑选了葬地，就在洛城城外的一处山坡上，后人叫它落凤坡。凤雏陨落于此，像是冥冥之中早已写好的宿命。很多年后，人们说起庞统的死，总爱说那是一场意外。可细细想来，所有的意外里都藏着性格的必然。他这一生永远在赶，永远在急。少年时急着证明自己不是庸才，入仕后急着找到能施展抱负的明主，入蜀后急着拿下益州，立下不世之功。他永远选择更快的路，更显得奇，更激进的方案。他不肯等，不肯缓，不肯让自己落在别人后面。这份急切让他从襄阳的无名少年成长为天下知名的凤雏，也最终让他走到了流矢纷飞的前线，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不是不知道前线危险，不是不懂得牺牲，只是在他心里，功业的重量早已超过了自身的安危。他要的从来不是安稳的谋士生涯，而是一场足以匹配自己声名的轰轰烈烈的功业，哪怕代价是燃尽自己，也在所不惜。洛城的战事还在继续，庞统的死反而激起了全军的哀兵之气，将士们带着复仇的怒火，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势。又僵持了数月之后，洛城终于被攻破，刘询弃城而走。随后刘备大军长驱直入，兵临成都城下，刘璋开城投降，益州全境平定。只是这最终的胜利，庞统再也看不到了。而这场胜利带来的连锁反应，以及他的死所埋下的伏笔，才刚刚开始慢慢显现。益州初定之时，千头万绪都等着梳理。本土士族人心浮动，东周派系与外来势力矛盾重重，郡县吏治荒废，钱粮户籍亟待清点。按照最初的构想，庞统随军谋划，擅长临机决断与军政调度，可留在成都辅佐刘备镇抚新地，
诸葛亮则继续坐镇荆州，维系孙刘联盟，筹措粮草兵源，打理荆襄9郡的内政民生。一西一东，一攻一守，恰好构成跨有荆益的理想格局，也是隆中对蓝图最稳妥的人事支撑。庞统的死直接打碎了这份平衡。刘备身边骤然失去了能独当一面的核心谋主，法正虽善奇谋，却长于军略，短于治民，不足以统筹整个益州的政务与军务。偌大一个益州，百废待兴，仅凭刘备一人根本难以兼顾。几番权衡之下，他只能传令荆州，命诸葛亮率领张飞、赵云等大将溯江西上，入蜀辅政。诸葛亮接到军令时，荆州的初夏正飘着梅雨。他看着岸上的急信，沉默了很久。他清楚自己这一走，荆州的防务便只剩下关羽一人支撑。可益州的局面同样拖不得，主公的召唤不容迟疑。他临行前反复叮嘱关羽，要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切不可意气用事。可他也知道关羽性情刚傲，素来轻视东吴，这些叮嘱究竟能听进去几分，实在难说。大军沿江西进，一路攻克白帝、江州、江阳，平定沿途郡县，所到之处望风而降。诸葛亮与刘备会师成都之日，城中百姓夹道相迎，蜀汉的基业看似达到了顶峰。可没人留意到，荆州的防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抽走了最稳的一根梁柱。关羽是万人敌的名将，坐镇一方本无问题，可荆州地处三国交界，北有曹操重兵压境，东有孙权虎视眈眈，要守住这片四战之地，靠的从来不只是勇武。他需要圆滑的外交手腕，需要制衡各方的耐心，需要安抚内部的细腻，而这些恰恰是关羽性格里最缺失的部分。若是庞统尚在，诸葛亮便不必抽身入蜀，有他在成都打理军政，刘备便有足够的底气让诸葛亮继续留在荆州，调和与东吴的摩擦，约束关羽的锋芒，稳固后方的根基。两支谋主队伍各守一方，一稳一齐，一守一攻，蜀汉的战略回旋空间会比后来大得多。历史没有给这个假设留下机会。之后的数年，剧情沿着既定的轨迹一路滑向深渊。刘备拿下汉中，晋为汉中王，蜀汉的声势达到顶点。关羽趁势起兵北伐，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吓得曹操几乎要迁都避其锋芒。可就在兵锋最盛之时，东吴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后方。糜芳、傅士仁素来被关羽轻慢，干脆开城投降。关羽腹背受敌，军心溃散，最终败走麦城，身死临居。荆州之失像一道伤口，彻底撕开了蜀汉的霸业根基。隆中对离两路北伐的构想从此断了一臂。后来刘备倾全国之兵东征伐吴，名为替关羽报仇，实则是想夺回荆州重地，重启争霸天下的可能。可夷陵一战，陆逊火烧连营700里，蜀军精锐几乎全军覆没，数不尽的粮草器械、人才将领葬身火海。刘备狼狈退守白帝城，不久便在忧愤中病逝。经此一役，蜀汉国力一落千丈，从能与曹魏分庭抗礼的一方霸主，彻底沦为偏安西南的弱小政权。再后来，诸葛亮鞠躬尽瘁，5次北伐都只能翻越秦岭，从秦川一路出兵。蜀道艰险，粮草难寄，每次都功亏一篑。他或许也无数次想起过那位早逝的同僚，若是士元还在，若是荆州还在，两路出兵的局面会不会不一样？后世读史者总爱推演，将庞统之死视作蜀汉由盛转衰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仿佛那支冷箭轻轻一颤，便撬动了整个天下的走向。可若是沉下心细看，
便会明白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单线因果。荆州的失守本质上是吴蜀两家不可调和的地缘矛盾。东吴要全据长江天险，才能保有江东的安稳。荆州悬在长江上游，始终是悬在东吴头顶的利剑。只要荆州在蜀汉手中，东吴就绝不会放弃夺取的念头，这是立国之本，不会因某个人的斡旋而彻底消解。就算诸葛亮一直留守荆州，最多也只是延缓冲突的爆发，很难从根本上消弭两国的利益分歧。而曹魏占据中原9州，人口、土地、人才都数倍于吴蜀，统一本就是历史的大趋势，不会因为一个谋士的生死就彻底扭转强弱悬殊的格局。庞统就算活着，也未必能拦住刘备伐吴的决心，也未必能让蜀汉跳出地缘与国力的局限，真的一统天下。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死无足轻重，他是那个最关键的变量，是本可以让蜀汉多走一步、多成一城的人。他活着，蜀汉就有双谋主的配置，就有更灵活的战略选择。益州有他打理，荆州便不会那么快空虚；刘备身边有他直言劝谏，夷陵之战或许便不会败得那么惨烈。就算最终依然逃不过偏安的结局，至少能多几分胜算，多几分可能，不至于像后来那样步步被动，满盘皆输。他的早逝像提前抽走了蜀汉大厦的一根承重柱，起初看着还安稳，可风雨一来，便比预想中更快地倾斜坍塌了。千年以来，人们对庞统的意难平，从来不只是惋惜一个谋士的死亡，更多的是惋惜一种未完成的人生，一种被意外截断的可能。他不像诸葛亮，有漫长的岁月去书写鞠躬尽瘁的传奇，有武侯祠的香火供后人凭吊；他也不像关羽，有威震华夏的战功，有千秋万代的武圣名号。他的人生停在了36岁，停在了功业将成的前夜，像一首刚写到高潮便戛然而止的长诗，像一场刚升到半空便骤然熄灭的烟火。人们总忍不住去想，如果那支箭偏了1寸，如果他没有亲临前线，如果他能多活10年、20年，三国的故事会是什么模样？他会和诸葛亮一起辅佐刘备开创怎样的局面？他会留下怎样的谋略、怎样的典故？他会不会也成为像诸葛亮一样被后世铭记千年的智慧化身？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可正是这些没有答案的假设，让庞统的形象越过千年，依然能触动人心。我们惋惜的从来不只是历史的拐点，更是那个襄阳少年跌跌撞撞的一生。他从无人看好的普顿子弟，一步步走到天下知名的凤雏。他辗转多主，屡遭失意，却从来没有磨平胸中的锐气。他刚直傲上，不肯逢迎，哪怕得罪主公，也要守住心底的是非。他急切好胜，不肯落后，最终把自己燃尽在了建功立业的路上。他不完美，有偏执，有锋芒，有藏在盛名之下的自卑与不甘。可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他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史书里一个扁平的符号。落凤坡的风吹了1年又1年，当年的古战场早已长满了荒草，斑驳的石碑在风雨里渐渐模糊。没人记得射出那支箭的士兵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他射出那一箭时有没有想到自己会改写一个王朝的命运。史书里的6个字轻得像一片落叶，可落在历史的长河里，却漾开了绵延千年的涟漪。今夜我们说起这支冷箭，说起庞统的一生，说到底说的是乱世里个体的渺小，是命运里的偶然与必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落凤坡，都有自己未完成的路。那些壮志未酬的遗憾，那些擦肩而过的可能，从来不是历史的瑕疵。恰恰是这些遗憾，
让冰冷的岁月有了温度，让远去的故人依然能在深夜里与我们遥遥相望。